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另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，叫做数形结合的事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题。已知直线 y 等于 x 加 b 与这条曲线有公共点，让我求 b 的取值范围。那么这个曲线和这条直线有公共点，有的同学说老师我就给它联立消圆，用德尔塔有公共点，德尔塔大于等于0，因为它最高次数也不过就是2次嘛。当然不可取，为啥？因为它带根号的，你非常的不好解，所以呢，我们用数形结合的办法去做。这条曲线说的是什么呢？我要研究一下这条曲线。首先呢，4x 减 x 方在偶次根号下被开放数要大于等于0，把它变成 x 方减 4x 小于等于0，x 倍的 x 减4小于等于0，一个根是0，一个根是4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，所以我 x 的取值它是在0到4之间。那么把负的这项移到左边，也就是根号下 4x 减 x 方等于3减去 y，3减 y 等于一个根号的形式，那就说明3减 y 它也得是大于等于0的，也就是 y 小于等于3。所以第一件事呢，我先把这个式子研究一下。x 的取值范围我找到了， y 的取值范围我找到了。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看一看这条曲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条曲线。所以呢，我要给它左右两边平方，就得到 4x 减 x 方，它等于9减23的6y 加上我不用把它展开，它就是3减 y 的平方，然后呢继续把它变成3减 y 的平方和 y 减3的平方是一样的，它不动，把它们移到右边，加上 x 方减去 4x， 左边什么也没有了，等于0。y 减3的平方加上 x 方减 4x， 我给它配方，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是2，2的平方是4，左边多加了一个4，右边也加一个4，所以我就得到 x 减2的平方加上 y 减3的平方等于4。原来它是圆儿，圆心的坐标是2到3，半径是等于2的。我们画一画这个图吧。1、2、1、2、3，圆心是2到3，半径等于2，这恰好是2个单位，所以它跟 y 轴相切，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圆儿，和 y 轴是相切的。那这个圆是不是都留着呢？当然不是。x 的取值是0到4，y 的取值是小于等于3，1、2、3。我得要这条直线 y 是小于等于3的，要这条直线下方的图像，上边的我就不要了。所以实际上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半圆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半圆儿。那么 y 等于 x 加 b 的这条直线，它是不确定的，截距不断的在变化，斜率是一定的。所以呢，我先画一条直线叫 L0，y 等于 x， 它是1、3象限的角分线，它是这样的一条直线2到3显然是不经过这条直线的，这是这样的一条直线。这条直线要想和这条曲线和这半个圆有公共点，首先呢
有公共点可以有2个，也可以有1个，所以呢，我保持倾斜程度不动。你看，这是灵斗山这个点，我穿过灵斗山和这个圆儿，它就有1个公共点，就是灵斗山。这个时候我的截距 B 是等于3的，这个时候 B 是等于3的。接下来呢，我就向下移动，不停的和它有公共点到这儿呢还曾经有2个公共点，一直移动到什么程度呢？移动到和圆相切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截距 B 就到这儿了。你再往下移动和这个圆就没有关系了。所以呢，我的截距为了保证和这条曲线，也就是这个半个圆儿有1个公共点，有2个公共点，一直到最后又出现1个公共点，那么我的截距是落在它们俩之间，这个叫 B1， 这个叫 B2。这个时候这条直线和这半个圆是相切的。我怎么求 B2 呢？只要直线和圆相切，当然要用到圆心到直线的距离恰好等于半径所以呢，我要用到圆心是2斗3，它到这条直线，这条直线要写成一般是 x 减 y 加 b 等于0，到它的距离恰为半径。半径是多少呢？半径我们刚才求完了，圆的半径，这儿半径等于2，所以2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1加1，把 x 等于2，y 等于3带进来，这是根号2，所以2倍根号2就等于 b 减1的绝对值，两边一平方，8就等于，不用平方我们直接做也可以的b 减1要么就等于正的2倍根号2，或者 b 减1它等于负2倍的根号2，所以 b1 呢它就等于2倍根号2加1，还有呢 b2 它就等于负2倍的根号2再加1我说的这个 B1 B2 和它并不是这个 B1 那我就换一个吧，我就把它叫做 B 吧它就是 B。那么那个 B1 B2 是啥呢？它是完整的这个圆儿在这儿相切的时候有一个 B， 在这儿相切的时候有一个 B， 因为我是圆心到直线的距离得到的，所以它是指的这样的2个值。那我要谁呢？上面这半圆是不存在的呀，我当然要下边的这部分。截距显然呢，我要它，因为它是正的，所以我们就舍掉了。那我的这个 B 就在它们俩之间，所以 B 是属于相切的时候是1减2倍根号2，然后是3打住，从这儿去到这儿。所以这道题呢，我们就选对选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，大家看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多重要。所以这道题我们数形结合的方法就使得问题变得简单了，是吧？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下边的这道题。这道题是已知曲线，这回我们有经验了。首先呢，我要考察一下偶次根号下被开方数负 x 方加4x 减3，它要大于等于0。x 方减去4x 加3，
它要小于等于0。x 减1乘以x 减3小于等于0。一个根是1，一个根是3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。所以我的 x 是在1和3之间取值。y 等于这个根号的 y 显然是大于等于0的。我把它们的范围都研究完了之后，两边平方，所以 y 方就等于负 x 方加上4x 减3。把它们都移到左边 ，x 方加上4x， 我只移这两项，负3我不管。那么我要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，2的平方加4，然后加上 y 方，右边是负3，给它也加个4。这三项一结合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x 加2的平方加上 y 方等于1，原来它是个圆儿，圆心是负2逗0，半径是等于1的。好了，我把这个图画一下，负2逗0，半径等于1，这是负1，负2，负2逗0，半径等于1。我们就画出来这样一个小小的圆儿，都留着吗？当然不是 ，y 是大于等于0的，所以呢，我要进行取舍。两个端点是实心的啊，因为 y 可以等于0。x 在1和3之间取值，我们这个地方出问题了。移过来是负4，所以呢它是减2，所以圆心是2逗0，我应该画在右边1、2。好，我们重新画一下，这个就不要了，这个呢把它延长一点儿。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半圆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直接画一个半圆就好了，下边的就不要了。那么 x 是在1逗3之间取值，圆心是2逗0，半径是等于1，我们这圆画大了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小圆儿。好，我把这个拆掉，它恰好是1，这是2，这是3。y 大于等于0，我们要上边的这半个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，它这半个圆与这条直线有两个不同的交点。这条直线呢，它也不是一条，它是直线系方程。还有字母 k， 我们就考虑横过定点的问题。k 的项结合到一块儿，把 k 提出来。第一项剩个 x， 第二项剩个1，然后减 y 减1等于0。k 取不同的值，我们无数条直线都过了同一个点 ，k 取不同的值对我没有影响，我就让 x 加1等于0，0乘以任何实数都是0，0减它减它等于0，说明负 y 减1等于0，所以呢 x 是等于负1的 ，y 也是等于负1的，那就说明这条直线横过定点。负1逗负1，负1逗负1在哪里呢？这是负1，这是负1，直线是横过定点。那么直线横过负1逗负1这个点，它必须得保证和我这条曲线，也就是和这半个圆儿有两个，而且是不同的交点，好吧？那我怎么做呢？我当然要把这个点和这个点我给它取名字叫 A， 这个点我给它取名字叫 B 啊。这个坐标我就不写了，这是点 A， 这是点 B， 我当然要把它和点 A 连上并延长。你看，这就有了两个不同的交点。那么我这条直线向上偏啊，绕着这点向上移动，移动到哪儿呢？移动到和这条直线相切的时候，你就只有一个公共点了，那就不可以了。
在这一条切线的下方，在这条线的上方，在它们俩夹的这部分里边，这个时候我就做到了，它是有2个不同的交点的。那么当它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点 A 的坐标是1逗0，这个点横过的定点我把它叫点 P 吧。此时此刻这条直线的斜率也就是 AP 这条直线的斜率，它等于纵坐标的差0减负1，0加1就是1，横坐标之差1减负1，1加1是2，此时此刻它的斜率是2。那么相切的时候这个斜率呢，我用 K 撇来表示。我怎么求呢？也就是这条直线它的方程是这个，它和这个圆相切，当然要用到圆心到直线的距离，圆心到切线的距离等于半径。所以呢，圆心的坐标是2逗0，这条直线呢是 kx 减 y 加 k 减1等于0，圆心到这条直线的距离恰为半径，所以半径我们知道半径是等于1的，1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 k 方加1，x 取2，2k，y 是0没有了，加 k 减1的绝对值，所以1等于两边1平方 k 方加1，上面是3k 减1的平方。把它乘过来 ，k 方加1就等于9k 方减6k 加1，移过去是8k 方减6k， 1就约掉了，左边是列没有是0，那就变成4k 方减3k 是等于0的 ，k 倍的4k 减3等于0，所以 k1 等于0。K2 等于3/4，K 它当然不是0了，那说老师它没有这个值，它怎么？因为我下半个圆没画呀，经过这个点，下半个圆它的最低点是1呀，它的最低点纵坐标是-1呀，所以呢，你看。它就是平行于 x 轴的一条直线，它跟下半个圆是相切的。我们下半个圆没有，所以这个斜率的值我们就舍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斜率的值是3/4。接下来我要干什么？我当然要画正切曲线。这是阿尔法轴倾斜角。这是 k 等于tan尽它阿尔法，我观察到它们都是锐角，所以我就只画0到2/π之间的这段曲线就可以了。当它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的倾斜角是阿尔法1，此时此刻它的斜率是1/2，它的倾斜角是阿尔法1。它向上窜的时候，绕着这个点 P 向上窜的时候，倾斜角变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阿尔法2就打住了。它变大，大到阿尔法2就打住了。阿尔法2这个它的斜率是3/4。相切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这条线，你看它是虚线。所以我从这儿去到这儿，曲线就保留这部分，那么我得到的斜率就落在它俩之间。所以呢，它让我求 k 的取值范围，显然 k 就属于1/2到3/4，左闭右开。1/2到3/4，左闭右开，显然这道题就选C。所以塑形结合的思想，你看有多重要？好了，我们再做2个题。我们再做下边的这个题，大家看，赶紧思考。
我们看下面的这道题，这道题是这样的：直线与曲线的交点的个数。曲线与直线交点的个数。这条直线是个确切的直线，挺好的。这条曲线是什么呢？这个跟我们学的就稍稍有了一点变化。这条曲线这样的两个式子，显然它不是圆的。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，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。x 加 y 减1等于0，它呢就是一条直线。根号等于0，就是被开放数等于0，它变成了 x 方加 y 方等于4，显然它表示的是圆儿。所以呢，这道题让我求前面的这条直线和后边的这个曲线的交点，就是它和这条直线的交点，它和这个圆儿的交点。那我们就分门别类的来求。我首先求它和第一条直线的交点。那两条直线的交点没得说，就是把两条直线的方程联立。x 加 y 减1等于0，所以 y 就等于1减 x， 把这个代数式带到这里来。代入消元 2x 加上1减 x 减2等于0，x 减1等于0，x 等于1。把 x 等于1带到这儿 ，y 就等于0，所以两条直线的交点就是1逗0。两条直线的交点是1逗0，那么这个时候我把1逗0往这个式子里一带。我发现 x 取1 y 是0，1减4等于-3，它是不能够在根号下的，是根号下被开放数一定要大于等于0，所以呢，显然这个交点我们不能要，我们 x 取1 y 取0，这是不可以的，我根号是不存在的，那么这个就不要了。接下来就是这条直线和这个圆儿联立吧。2x 加 y 减2等于0，它和 x 方加 y 方减4等于0，变成 y 等于2减 2x， 代入消元，把它带到这儿，所以 x 方加上2减 2x 的方减4等于0，x 方加上4减去2的是24得8，x 加上4x 的平方减4等于0。正负式约掉了，5x 的平方减8x 等于0，x 倍的5x 减8等于0，所以 x1 等于0，x2 是等于8/5。和 x1 等于0相配的这个 y 的值呢？0带到这里来没有了，相应的 y 值就等于2，5/8，5/16，5/10，5/10减5/16，它是负的6/5，所以我把这两个值带到这里来4减4等于0，可以被开放数等于0是可以的。这两个值带到这里来，显然25/6是4，25也可以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得到两个交点，这是已知的直线和这个圆儿，它有两个交点。那么它和整个的这个曲线的交点的个数有2个，所以这道题呢，我们就选 B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道题，大家抓紧时间看。
下一个题，哦，这道题 y 竟然带绝对值了。首先呢，1减去 x 减1的平方被开方数的大于等于0。1就是1的平方，1加上 x 减1乘以1减 x 加1，它是大于等于0的。那么正负1约了就剩 x， 它呢是2减 x， 我把它换成 x 减2，提出来的负号乘到右边就小于等于0。一个根是0，一个根是2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，所以 x 的范围大于等于0，小于等于2。那么 y 的绝对值减1等于一个根号，偶次根号，所以呢 y 的绝对值减1它也是大于等于0的。我们得到 y 的绝对值是大于等于1的。y 的绝对值等于1的时候 y 就代表正1和负1，它要大于1呢，大于取两边，所以 y 是大于等于1或 y 小于等于负1。我们把 x 的范围 y 的范围都找到了，都考察清楚了，现在我就要对这个方程下手了。怎么下手呢？左右两边平方呀， y 的绝对值减1的平方就等于1减去 x 减1的平方，把它移到左边来， x 减1的平方加上 y 的绝对值减1的平方等于1。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带绝对值的，你时刻要注意。所以我就得讨论当 y 大于0的时候，或者说大于等于0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圆的方程是 x 减1的平方加上你是个非负数，直接出来 y 减1的方等于1。那么圆心的坐标就是1逗1，半径是等于1的。此时此刻我画出来的这个圆儿，圆心是1逗1，半径是等于1的，它应该是和 x 轴 y 轴都相切的这样的一个圆儿。我到底要哪部分呢？因为它是大于0的，你要大于0，你就得是大于等于1。所以这不是1吗？它要上边这半个圆儿上边这半个圆儿。如果 y 要是负数 ，y 要小于0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圆的方程是 x 减1的平方加上负 y 减1括号的平方，就变成了 y 加1括号的平方等于1。此时此刻，它的圆心是1逗负1，半径是等于1的，1逗负1，在这儿，这是它的圆心。半径等于1，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圆儿。你如果是小于0的，结合 y 小于等于负1，它就在负1的下边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半个圆儿。所以这个曲线表示的是啥呢？表示的是2个半圆儿我们应该选的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了数形结合的思想。我们做了这几道题之后，大家是不是深刻的体会到数形结合用画图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使得问题变得简略了。好，解决问题的过程变得简略了。好，这节课呢又给大家讲了一个小专题，那么下节课我继续给大家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专题，叫做与圆儿有关的对称的问题。下节课我们再见。